这个卖家协议哦，如果用台湾话讲，什么意思吗？卖过来家了，叫你美国不要来了。简单的说，就是安全去美国化。我觉得它有70%就向北约了，军工产业的合作，以及呢国防技术移转和情报共享。所以，唯一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一个境外大国参与到这个里面。这个境外大国就指的是美国了。你可以想象，将来如果卖家协议是跟俄罗斯还是跟中国大陆又签了一个共同参与到，然后呢，中国还是俄罗斯的军队进入到中东国家里面驻军的话，那就是被取代了。好，今天的美丽战士赶快来关心，这一次伊朗是真的抓到了美国的软肋了吗？今天要来关心到，现在华府头痛的恐怕已经不是来自于伊朗的飞弹，来自于伊朗的无人机了，而是荷姆兹这张王牌。而且呢，有一点很有趣的是，伊朗现在打的牌哦，是不是类似于川普最擅长的，也就是极限施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到哦，这个是最新消息，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呢，累积了大量的商船，而且呢，还有千名的船员，他们现在呢都被困在波斯湾的海上哦。他们怎么形容自己的处境？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现在他们就在这个海上晃啊晃啊，动弹不得哦。航运公司也因为这个安全的风险，所以已经大幅降低了在荷姆兹这边的航行。更狠的是，伊朗现在不是只是单纯说，我不让你过荷姆兹海峡，而且呢，还趁势追击，一共对美方提出了6大非常非常强硬的条件。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提出来的条件，包括美军要完全的撤出波湾哦，未来不可以再看到美军了，还要求赔偿冻结对于伊朗的资产，还有解除部分制裁，而且呢，美国军舰未来完全不能够在这边做航行哦。华尔街日报说呢，主要的原因伊朗敢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战略的机会哦。如果能趁势这个时候把美国给从这个地区赶出去的话，也代表美军在波斯湾的势力已经开始的完全往外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有趣的一点是来自于美联社最新报道，有关于荷姆兹的这个议题，他是这样说的：相传荷姆兹海峡得名于古波斯的先教一位神祇，注定在跟敌人交手9000年后就会取得胜利。那这个我们看到美联社就形容说，他觉得伊朗其实很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神话哦，并且他说这一场较劲不必再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现在已经把川普给逼到死角了。好，有关于伊朗开出的这6大条件，还有关于这个古波斯的一个神祇说的一个预言，一休怎么看？然后伊朗现在是不是在做一个极限的施压？对于美方来说，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波斯文明哦，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的埃兰古文明。那埃兰古文明到今天，那如果说9000年后即将胜利的话，虽然先教不是在埃兰时期产生，因为这个埃兰古文明主要是来自这个两河流域，算是它这个外溢上的一个文明。它在这个两河后来汇入的是叫做阿拉伯河嘛，就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汇入这个阿拉伯河，我们说这个阿拉伯河流域或者两河流域，它这个支流就是埃兰文明是从伊朗高原流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伊朗文明的核心。所以伊朗人呢，他对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那个是一点都不输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于这个伊朗人来讲呢，漫长而悠久的历史，正是他们今天立足于整个复杂中东环境最根本且最强健的一个内核。我们要知道，伊朗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是，它是中东地区真正意义上除了以色列之外，唯一具有现代化属性的国家。另外一个可能土耳其可以算是0.75个吧，因为凯末尔的改革不能说完全的成功，但是呢，因为土耳其又是跨欧亚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纯做这个中东这一些国家的话，以色列绝对是个现代化国家。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伊朗，那伊朗这个的现代化是在1960、70年代，尤其是在巴勒维王朝后期。它这高速的工业化，所以它基本上有全工业的品项，除了这个比较先进的芯片产业之外，它其实大部分都有，因此它有很强的可消耗性。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在伊朗的话，它为什么会越打，它反而呢，它的恢复力比美国还来得好？因为美国在1991年12月25号，也就是苏联轰然倒塌之后，它经历过一轮非常强大的全球化，这个强势的全球化，美国以全世界为蓝本来分配它的每一个这个包含工业啊，它的金融资本怎么去掌控。
但实体上就是美国本土反而脱实向虚，它的工业反而弱化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工业呢，反而在整个它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GDP 占比里面是不到一半的。虽然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个工业的强国，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很吊诡的模式，就伊朗的工业虽然没那么先进，但它管用，而且呢量大管饱。基本上伊朗的所有工业类的品项，它的原材料大多数来说都不是很稀缺，除了铝土之外，但因为铝土这个东西，它也可以从隔壁邻国去进口等等的。所以在伊朗隔壁，如果经济比较弱的国家呢，都大量进口伊朗的这些产品这就是伊朗消耗的底气啊，包含伊拉克啊，包含巴基斯坦。为什么巴基斯坦这伊朗这么好？它有5个口岸，都是大量进口伊朗的这一些相关的，不是只是大宗原物料，比如说天然气、石油，而是很多的工业类的品项，像是这个什么彩钢瓦这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伊朗为什么在这个预言里面他非常的自信呢？因为这个预言的原型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部分，我就把后半段给补上吧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善神在仙教里面的传说就是善神阿罗哈马兹达他跟恶神这个的斗争恶神叫做欧尔穆兹德的斗争，经过9000年之后，漫长的斗争，最终善神会战胜恶神，他这个概念是这样，所以他有那个自信，就觉得说，只要时间拖了够久，我们终将获得最大胜利。其实伊朗历史就是这样，伊朗历史是非常非常曲折的，因为从波斯人他3番2次被灭国他是最早的跨欧亚的这个大帝国嘛，因为他最早跨到了希腊半岛，然后跟这个当时的斯巴达有没有？斯巴达这个温泉关之役，斯巴达战死，再来雅典打败了这个。一看到雅典，他最后打败了这个就是波斯古帝国，然后后来呢，我们看亚历山大大帝一波流就把波斯帝国给端了，大流士被自己人给背叛，这是不是跟今天的伊朗也很像？为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老哈梅内伊，他是被谁给背叛？一定是被他内部的人给背叛，所以他一锅端了80几个将领全死了嘛。可是即便在这样，波斯帝国起而又弱，弱而又起，不断的在上下，但是它依然延续到今天。我想这个意志绝对不是美国人可以掌控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刚才讲到第一 part， 从现代而言，伊朗的军事工业反而适合打持久战，而美国的军事工业昂贵且要全世界调集，它反而消耗。然后第二个，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美国在这个什么波斯悠久历史面前，那都不叫小弟弟的，那简直就是小奈米啊！就是看都看不到，他才250刚刚过而已。那伊朗送个尾数给他都赢他。所以这个是第2个点。那第3个点，现在美国很现实的问题是，他大量调动各种军需物资前往到中东这个地方，可是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关键物项消耗太甚，无法补充。最近这个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远在北边的泽连斯基啊。最近基辅几轮是每个月3轮以上的大型的轰炸，各种极音速飞弹、超高音速飞弹，然后这个无人机拦截率非常非常低。为什么？泽连斯基甚至出来讲这个演讲，他说不应该把爱国者飞弹放在仓库里，其实不是放在仓库里。我亲爱的泽胜，其实是被美国人调到中东去，但即便这样，拦截的比例还是不够。而且伊朗经过几轮，他把这些发射架的出入口，因为其实发射架没有受伤嘛，它是那个穴道出入口被炸瘫了，又拉出来继续的发射。而且我们也看到打击的这个面向不断在改变。所以简单来讲现在的这个状况看起来其实是真的逐步的导向伊朗，所以也难怪这个美联社会引用了这个先教古老的预言，在9000年后伊朗终将胜利。那如果从古埃兰来算起的话，在2500年。伊朗可以斗争到美国的10倍历史啊！好，这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它在工业上面可以打持久战的这个能力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看到美军在工业上面，尤其是武器上面的弹药的短缺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那么我们也特别来关心到是，主要是因为呢大量消耗美军的武器，包括这些高精准型的武器，还有防空拦截弹。甚至呢，刚刚如义修帮我们看到了，美国现在呢也把亚洲跟欧洲的这些战备武器给运到中东地区去了。那包括呢细节的部分来看到五角大厦从亚洲、欧洲调动了军舰、军机、防空部队，还有呢从亚洲这边调了长程打击的这一些战斧巡弋飞弹。
再来就是甚至是南韩一共是掉了数百枚的先进防空拦截弹，导致南韩美军现在的部分防空战术的监视能力都因此受到影响。那现在怎么办呢？川普很紧张，他呢开始要求说，军工企业，我给你3周的时间，一共是21天，赶快加速扩产的方案把这些弹药给赶紧的补回来。而在政治上，现在传出呢，川普现在正在低调要求各界低调，要注意华府是不是已经开始找这些谈判的出口呢？甚至美媒引述美军的高层正私下寻找退场方案，是不是急着赶快结束这一场战争？有关于弹药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打到美国吃不消了？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个伊朗打了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来看美国的弹药库存为什么被消耗成这样？因为在短短的4年之间，其实美国已经经过3次消耗。第一次也就是我们看到3年之前繁荣卫士，也就是在红海行动的时候，美国已经被消耗过1次了。那第二次也就是我们看到去年的有关于12日战争的时候，那也是那个对于伊朗，那伊朗已经又消耗1次。那最近一次，也就是今年2月28号的这一个美国启动的战争，又消耗了1次。可是美国这样的消耗，他却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怎么打，好像伊朗都没事。那不是伊朗没事，而是伊朗采取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让他的各型的防空飞弹或者是对地攻击飞弹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准。不用讲别的，以 CSIS 来计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谈过有关于爱国者的库存，在今年2月28号之前原来有2330枚，可是打到4月的时候只剩下1030枚，但是到现在它可能只剩了759枚。这个就是刚刚历史哥特别讲到的，有关于现在为什么美国想要叫这一个乌克兰，你来做爱国者，因为乌克兰有十足的动力想要做爱国者，除了他自己防空之外，他也想要透过这一个方式加入美国的一个军火供应链里面。那这是一个部分。那至于说他要求这一些其他的这一个军火公司，那原来的我们看到这个老牌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或者是这一个雷神公司都没有办法应付现在川普的这个12周的要求那结果新一代的那就开始崛起，例如说我们所看到的梭鱼500的这种巡弋飞弹，那它的弹头呢45公斤，可是它可以飞926公里。虽然相比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1600公里的话，它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对于美军在这一个无论是乌克兰或者是现在在这一个伊朗够用了，他们觉得现在够用就好，他们称这个叫做 low cost， 也就是廉价或者是低价的各种飞弹。那另外呢，他们还有用另外一种就是锈蚀匕首，那它这一种也是对地攻击的飞弹。那美国想要透过这种解决它现在的燃眉之急，但是实际上来讲，伊朗不同意。好，所以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库存这么的缺乏，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呢，现在波湾国家是不是自己也要想办法自立自强呢？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全新的中东安全格局，现在等于正式成型因为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了3个国家，画面 CG 上我们可以看到这3国，包括了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在本周末而已8月7号签署了这个叫做共同防御协议。核心内容有点像是北约的第5条集体防御，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就会视为攻击3国。那这3国的组合也非常的有趣。第一个，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有钱有能源，土耳其最厉害的是它的军事工业那还有北约的经验，巴基斯坦拥有核武。这3个国家靠在一起，也代表说他们不再相信美国可以保护他们。那刚好这3个国家呢，中国大陆近几年也都持续的深化跟他们的关系，甚至3月份的时候还跟巴基斯坦提出了中东的和平倡议。有一个说法是说，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等于被中国大陆给取代，可以这样解读吗？那杨老师怎么看？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没有被中国取代，但是美国把自己给玩掉，玩小，不再是独家主导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秩序了。
那尤其这些区域的内的强国自己开始组成集体防御联盟，所以这个麦加协议啊，其实它就是一个以集体防卫为名的，就是三国之间啊的，就是等于叫做军事联盟体系。如果你说跟北约做比较，我觉得它有70%就像北约了。尤其北约就是华盛顿条约的第5条里面，就是相互的防卫，彼此帮助对方。那这个里面就存在的。同时呢，它也有设一个叫常设的协调机构。那这个设在沙特阿拉伯，在沙特，它设了一个就是这个麦加机制三国军事防卫联盟的，就是秘书处。同时还进行相关的军工产业的合作，那以及呢国防技术移转和情报共享。所以唯一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一个境外大国参与到这个里面，而且这个境外大国就指的是美国了，对，还在大家的国家里面驻军。然后呢，也当然因为驻军，所以呢，北约还有一个叫做就是指挥中心指挥协调中心。那这个东西没有。你可以想象，将来如果麦加协议是跟俄罗斯还是跟中国大陆又签了一个共同参与到，然后呢，中国还是俄罗斯的军队进入到这些中东国家里面驻军的话，那就是被取代了。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被取代。那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倒不觉得是对伊朗的一个嚇阻，这有这个效益是没错，因为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过去是世仇，可是事实上前几年他们也修好也建交，那是在中国大陆的协助之下。而这一段时间呢，从2月28号开始到就是现在为止，伊朗虽然有攻击很多海湾国家，但它主要是针对美军基地。你看，它没有去打那些海水淡化设施，它没有打太多就是能源设施，它也没有打那些城市或者是这些金融中心，所以它主要是针对美国在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设施。甚至他列了一个，就是在一些西方的资料中心，还有川普投资的那些大楼，对，但是没有真的打。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麦加协议我们如果用台湾话讲，什么意思吗？卖过来加了，你知道吗？叫你美国不要来了。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安全去美国化。安全去美国化，同时呢，它也避免未来出现权力真空。为什么？因为美国开始被迫这个退出，或者被迫减少在这边的影响力，那同时也避免大国在这里面开始做竞逐，所以彼此之间三国将来我觉得可能会有第4国、第5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战略影响当然是扩大，因为你想想看这3国，尤其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军事关系，那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有购买中国大陆的就是军事武器，所以战略的影响是扩大，但是并不代表它取代美国的地位，而也不要认为美国就完全消失不见，它在这边只不过是失去独家主导的影响力，还是有它一定的就是影响存在的空间。不过呢，不再是他个人美国这个一国绝对主导了。今天带观众朋友来持续关心在军事的新闻中国大陆的093改良核潜舰震撼的曝光了。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这一艘这个新的核潜舰它有哪一些战力？重点来了，它是无声无息的可以猎杀美军的航母吗？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2030他们也预估了这个潜舰可以反超美国的数量。海底霸主会全面易主吗？今天会来看一个深入的剖析。好，来看到是美中的海权又出现了一个新变局，尤其是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造船基地附近的最新卫星影像。好，这个新型的潜舰，等一下我们也会 roll 画面给观众朋友来仔细看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舰桥大幅的缩小了，然后呢，它整个船体更加的流畅，所以它的优势是什么？它可以进一步降低在海下的这个航行的阻力跟水下的噪音，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高它的匿踪功能，也代表说更难被美军的反潜机声呐浮标以及它的核潜舰给侦测到。那这个
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美国会很紧张，因为它的水下的攻击力对它来说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过去数十年，美国的海军能维持霸权，靠的就是它拥有这个很完整的航母打击群。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守护航母的这个攻击核潜舰的部队。我们来看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是这样说的，他说093系列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可以伴随航母来做远航，甚至接下来就可以威胁美军航母的打击群了。好，新的这艘航母的战力有哪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部分？对于战力来说，可以有多大的提升？尤其等一下请厉将军带我们特别关心，静音性真的能大幅突破吗？再来搭配这种反舰飞弹、重型鱼雷，对于美军未来航母有多大的威胁？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海上自卫司令他讲说这艘新的潜舰是093，错，我不认为是093。我觉得日本讲这话有一点酸故意说还是旧型的093，我认为可能是097。097，为什么我认为是097？第一个这个093跟是095这两种款式已经是中共解放军这个已经出来，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舰大陆解放军他们攻击型的核潜舰093、095。那如果说是战略核潜舰是双位数的双号是094跟096。那这艘潜舰跟093、095完全是不一样，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构体。还有它的长度也不一样。这艘潜舰目前大家从卫星上面观察，它的长度是120公尺那么长那原来093跟095都已经出来的，它的长度是110公尺，它比原来的这种攻击型潜舰还多了10公尺。所以我个人研判是不是解放军有新型的097已经横空出世了？尤其是说它的这种。我们讲潜舰上面那个指挥塔，我们军事术语叫做帆罩那个指挥塔，因为它这个帆罩做的特别低小特别小，那整个构型来讲有很大一个改变所以我认为说极可能是全新的一个设计的097的潜舰那第二个美军来讲的话，他很清楚，如果说在水面的战力已经没有办法，很难将中共的解放军吓阻在第一岛链之内。这个包括赫尔塞斯他都承认美国战争部部长他就讲说，如果说在开战第1个小时之内，他们水面战舰可能承受不住，中国大陆他们东风17这种陆对地的导弹，还有055这种055大驱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可能承受不住。所以美军现在积极在发展什么是水下的战力。我们看到，他譬如说让日本去发展它的苍龙级的这种潜舰这个，然后让澳洲在南部这边来讲，叫澳洲用奥克斯的潜舰给它做核潜舰，希望让奥克斯来这个在南海那个地方来吓阻中国解放军那为什么我讲说这个美军他们很急呢？因为从奥克斯的发展就看得出来，奥克斯本来是美国答应帮澳洲建立新的维吉尼亚级的核潜舰，但是美国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大陆来讲，它的潜舰发展速度太快了，它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现在美国是用将旧的维吉尼亚级潜舰这个先卖1艘给澳洲，当然澳洲就很不爽我拿的是新钞票，你怎么卖给我中古舰呢？澳洲是很不爽。但是从这个过程之中，你就知道，事实上美国是非常着急，他来不及造出他的新潜舰。那水面下作战，我跟各位讲，水面下作战一定是潜舰对潜舰是最好的这种武器。那解放军现在来讲，他也在积极发展他的水面下的战力。那准备不管是未来他要护航他的航母战斗群出第1岛链甚至到第2岛链去，或者是在水底下跟这个美军来一个对抗。那如果说有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舰，我觉得它将来突穿的就不是第1岛链、第2岛链，它就有能力因为核动力来讲的话，这个续航力是没有期限的所以它极可能就在太平洋的中部，譬如说夏威夷群岛那个地方，对，然后那时候所谓的这种区域拒止就不只是区域拒止，在第1岛链之内区域拒止，它可能远在这个太平洋中部那个地方就可以在那边对美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构成威胁。那如果说美国航母打击群要来驰援这个第1岛链这边的战争来讲的话极可能在那边你就要考虑到说有这种
新型的核潜舰埋伏在那个地方，准备对你伏击。所以我认为说，假如说这款潜舰真的做出来，对美国的航母来讲，确实是构成很致命性的一个威胁。好，卢将军帮我们特别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核潜舰，除了它的技术上面做升级，另外就是它的造舰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那远比美国还要更快很多。所以美国的国防部这边也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预估数字，它现在最新的数字出来是说，2030年他们预估呢，大陆海军潜舰数量会增加到75艘。那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只有69艘哦，所以很快的，是不是2030年就代表会正式的超越了呢？等一下，请干哥来看。那也卢将军刚刚特别帮我们提到了，核潜舰的话，它的威胁就不会只是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甚至到太平洋地区了。这对于美国的威胁，那干哥又怎么看？好 ，OK， 好，刚才厉将军说了097潜舰啊，大家会觉得很新颖。对，好，097潜舰叫秦级，秦朝的秦，所有的潜舰，中国潜舰都是以朝代来划分，097叫做秦级。那小林正道，也就是前自卫队的那个潜舰指挥官，他说可能是093B， 或者是095型。093叫做商级，095叫做隋朝的隋级。那因为它的让人家惊讶的地方是，先看到的这张照片是这艘潜舰没有帆罩，所谓的帆罩就是指挥塔，没有指挥塔了，没有指挥塔是非常新颖的设计。大家知道，我们看到那些2次大战的那个潜舰战争的那个影片，那个艇长一定要爬到那个指挥塔上面看看，哎呀，敌人的驱逐舰还在不在？现在没有了指挥塔，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观察敌人？告诉各位，指挥塔也就是那个帆罩，就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部位，它要装很多东西，它要装光电轨杆，它要装潜望镜，它要装这个通讯的那个电塔。你把那个帆罩整个拿掉，那东西要装到哪里去啊？所以这叫做技术大跃进。哇，中国095潜舰不要这些，那还得了啊？那你要怎么办？缩到船身里面去吗？那恐怕在目前我们所知的技术范围之内，可能做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美国你真的要很害怕。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实体了，已经在上海那个江南造船厂，我们已经看到实体了。它没有帆罩了。是。那我这些所有重要的光电感测器，通通收进去了。那可见得中国的技术不是日进千里啊，是万里啦，很可怕。而且这艘船够大，为什么120公尺，估计9000吨，这么大一艘船。那刚才厉将军讲的秦级啊，是专门它的那个等级是对付美国的海狼级的，海狼级是美国最高级的，所以现在只有原型还没有做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做出095型的这个没有帆罩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随级，它已经做出来了。所以你就晓得说，那这个随级是大概要相应美国的维吉尼亚级。好，我们回到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题目，到了2030年，我们中国会有75艘潜舰，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盲点，为什么？因为美国会不断的减少，现在有69艘，到了2030年可能就不到60艘了。所以我们会变成75艘。可是你会说数量我们会越来越多，不是用数量来比的啦。要比的是整个潜舰的性能。我刚才前面讲了这么久，就是告诉你说，如果随级潜舰能够突破它的技术瓶颈的话，那将来它可能比美国潜舰还要优秀。这才是美国真的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最后我们也请袁老师带我们看一下，目前其实如果来整合中美之间他们的整体的工业量呢，也就是造船的工业量能来做一个比较的话，现在有一个最新数据来自于美国海军自己公开的数字，他说中国造船的产能已经达到美国的232倍。那目前呢，光是上半年中国新接的船舶订单拿下全世界市占了80%，意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里面有10艘船的话，8艘是来自于中国制的。那另外，美国还有更担心的事情是中国推动的军民融合的模式，也就是说，平常这些船是用来做商用的，但是如果到了战争时期，就会把这些船改拿来做军舰、补给舰或者是核潜舰等等。再来另外一个
事情，美军也很担心的是，大陆它的船厂还可以分工来做生产，所以从这几个部分来看的话，未来的竞赛会不会是比一个中美之间在军事海上的一个工业实力？苑老师怎么看？我先讲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国家的国力啊，分成军用跟民用啊，他们之间是互通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甚至于包含的话呢，你住这个地点什么的话呢，平时就是你住的房子，暂时的话呢，就是一个堡垒什么，这个都是互通的。那么我们现在强调是整体的国力，大家知道吗？美国在2次大战发生的期间，一开始从偷袭珍珠港之后的话，竭力恢复，就是把美国的全部的民用生产力全部拿成国力。那个时候，美国1个礼拜可以造出1艘驱逐舰了。那这个1个月就可以搞出1艘航空母舰了。美国到最后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航空母舰145艘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好，我现在分成大陆之间的这个造船能力的增强啊。这个我刚刚讲到说，这全世界80%是中国船的话，这不是谈订单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韩国德意说中国造不出来 LPG 什么的这个船啊，这个就是说运送天然气的这个技术完全突破了。这个就完全突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陆本身呢，在这个成本上、人才上、技术上，以及长期来讲的话呢，军用民用的混合上来讲，都是早就构成了这个准备。这2点都是美国无法比较的，一个是技术，一个是成本。还有第3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要搞得清楚，大陆本身来讲就是把所有的全国的国力，因为刚刚听到我们干哥在讲到说是那个水级啊，或者说是勤级，它里面的话呢，就是没有那种我们叫船舰了，我那个专有名叫什么造塔什么的，烦躁。我们学哲学的不懂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它里面是雷达呀，什么稀土的需求啊，一样都不会少啊。它是把所有最新的科技全部装进来。然后第4点，我要强调什么叫做核能潜艇？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不久那个巨浪3才刚发过，核能潜舰的功用是你要搞死我把你全国干掉，它只有做最后的保卫的措施。所以核能潜舰真的不是在比多，而是比在说你挨了核弹的攻击以后，你要升起来的话，那巨浪3、巨浪4就一起飞出去。那个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威慑的力量这个非常重要。那你现在好，我们现在讲到美国，我刚刚讲了一大堆，美国的话呢，成本非常高。美国的技术的话呢，迟迟不前进。而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长期其实今天讲到美国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从苏联垮台以后，美国自己志得意满，就是连我们哲学界都有那个福山讲到说历史的终结，那就都不用再搞了 ，F-22都停掉了，才突然发觉大陆基本上是一个围杀的行动，就是用各种海陆空军各方面的话呢，就告诉美国，美国现在要追起来的话呢，在成本上、在人才上、在技术上、在材料上都不会是对手的。我真的可以这样子讲，他时间是站在大陆这一边，因为美国本身它发展的成本太高了。好，今天关心中国的3件戳破了美国的经济泡沫，尤其在周3晚上，就昨天的晚间美股道琼狂泻了1100点，那包括了现在美股的部分，巴菲特的指标已经突破了236%，已经超过了200%。这个玩火的一个门槛另外一方面，现在是连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MAGA 的基本盘也都不相信美国所谓的资本主义了，他们认为只造福了美国的富豪有钱人。川普的美国优先被讽刺沦为富豪优先。今天做深度的剖析。好，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出了非常多的新科技，真的是吓坏了美国的霸权，尤其是这个科技 AI 霸权。今天来特别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祭出的3支箭，可以说是指导美国 AI 的最核心。首先看到第1支箭，就是今天会跟这个 AI 模型、半导体资本跟晶片制造设备有关的第1支箭，是中国大陆 AI 模型的突围了。Kimi 也就是月之暗面推出的 Kimi K3，挑战了美国的 OpenAI 跟 Google 等等的巨头霸权。第2支箭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半导体的资本了，中国晶片资本崛起，尤其是在最近我们看到的新闻，长兴存储在上市之后，它股价就一直狂飙。于是呢，现在整体的投资市场也在重新评估中资企业，尤其是半导体科技类股它的这个价值，引发了美股非常的紧张。那么第3支箭则是突破在中国的设备自主化，尤其
最近中国大陆开始量产它的 DUV 的曝光机设备，预计呢今年是量产会达到5台，而后年他们的目标可以达到20台。另外，我们知道做光刻机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零组件，中国大陆也目标去实现说，未来这个光刻机也可以实现这些零组件的全面的自主化。好，这3支箭射下来之后，我们看到如何重挫美国股市了。就在昨天晚间7月29号，美股部分先来看到了科技类股，尤其受到最严重的冲击。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幅度来到了588点哦，跌幅高达了5.33%。当中我们看到美光啊，更是重挫将近快要10%，Sendex 跟台积电也都同步的下挫。巴菲特指标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有关于美股哦，现在是冲上了历史的高点，来到了236%，超过了200%的玩火等级。连巴菲特现在也都非常的忧心，他认为现在这个股市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位是股市美股的传奇投资人，他是葛拉汉，他有预测，再这样子玩下去，美国股市可能下杀至少70%，引爆了恐慌气氛。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中国大陆短短2周内，我们也看到这种科技类的这些消息进出哦，从模型到晶片到设备全面突围，这是美股短期的修正，还是华尔街现在也开始意识到了说，不管是美国的 AI 霸权，或者是美元的神话，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稳固呢？杨老师怎么解读？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是短期的修正，获利了结，然后呢移转到其他的板块以及领域去，在资金层面。那同时这个时间呢，大概从美国在5、6月的时候，陆陆续续到了6月底的时候，有一波这个引起就是相关 AI 投资的这些投资客关注到的一个大的问题，美国自己内部的，那也就是数据中心的整个这个推动啊，然后呢整个撞墙，因为它在各个州现在将近有42个州的一个联盟啊，反对这些美国的数据中心，就是 AI 资料中心在美国各地去设这些厂，然后呢吞噬掉他们的这个电网，提高相关的这些设施的价格，以及造成环境的影响。因为美国的电网很老旧，而且各自都是等于是各自为政，所以它每个州之间呢很难去做串联。因此你看到美国在一些大型的厂里面呢，他自己投资设资料中心的时候，他都还会有个几亿元下去做自己本身小型的核电厂，但是资料中心好多啊，所以现在整个资料中心停顿下来。所以因此你看到第一波先是做获利了结，然后呢觉得说这个可能 AI 的这个产业的推动啊，在电力上面最重要的，所以黄仁勋讲的5层蛋糕的第1层啊，这个电力上面就碰到了问题。结果呢就嘣嘣嘣连续出来先是智谱 ZAI， 它已经在相关的指数上面仅次于 Cloud， 后来 Kimi K3 甚至马上出来就赢过这个 Cloud。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采取开源的，同时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在 OpenRoot 美国的这个就是做AI 的企业的这个就是说平台上面，在企业相关的企业从5月到6月快速的转换到中国大陆的大模型，将近50%以上，因为他发现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用美国的这些封密闭式的这个大模型单价太高，每100万的 token 的这个付费太高，所以呢他们要去做一个调节有一些很精密的或者是很重要的，那以及美国政府规定的跟美国政府有关的，那他可能用就是说这个美国的 OpenAI 或者是相关的 Cloud， 那其他大部分的使用呢转到中国大陆这边来，所以连续的这几波就造成就是整个美国在质疑说美国的 AI 产业的投资是不是成本过高，然后呢未来的这个商业的效益显然不足，然后同时你看到华为就提出来新的诉求，甚至全球的手机它要准备开卖，这就在讲芯片的层面，从 AI 的芯片到就是这个记忆体的这个芯片，接下来呢相关的这个设备不断的就是出现，中国大陆自己产的 DUV 呢，
那已经在成熟晶片的层面呢有相当的这个就是效能。那这个时候华为又提出了这个涛定律，那涛定律更使得就是我们不一定需要最先进的这些EUV 或者是技术呢，或者是那个软体的这个EDA， 然后呢就一样可以产生类似像台积电2奈米的这个效能。虽然目标是定在2030、2031年，可是事实上这个马上就会使得美国以及全球都在思考，中国大陆这种开源的，然后呢以及整体生态系很成熟的 AI 产业，是不是才是真正全球应该走的方向？那看起来美国企业都往这边在走了，至少两边它都要去投注，所以呢，就使得美国的 AI 产业就受到影响，而也连带的使得你看到日本、韩国、台湾在做 AI 产业的这些硬体第一波先受创，所以我们连续几波的影响都是如此。后续会怎么样呢？后续真的是会这个大的问号。AI 不会泡沫，但是相关的这个投资呢，可能已经移转了。好，所以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的科技的3支箭进出吓坏了美国。那当然了，中国大陆不只是出了这个新科技，不是追赶美国，也还甚至走上了完全跟美国不一样的一条路。那所以科技类股，美国的科技类股就领跌承压。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来看总体经济的部分，美国的经济现在同样是面临到的另外3颗炸弹。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的第一颗炸弹是它的高利率的环境。联总会最新的决议是说，接下来维持这个利率不变，这是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了。最重点的事情是，现在市场非常的担心9月份会不会升息，而且现在几率说已经来到了70%，有可能会升息。一旦升息，就会冲击到美国的 AI 的股票市值，那也会推高企业融资房贷，甚至是这些车贷、信用卡成本等等。第二个未爆弹就是关税跟战争推高的能源危机。布兰特原油重新站上了每桶$90。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炼油设备现在是产能全开，甚至已经开到96%了，但是它的战备的这个石油储备只剩下3亿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数字创下了40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另外，消费面，美国民众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37%的美国选民因为食物跟汽油的涨价，他们更频繁的使用信用卡，不管是不是刷这些很大型的东西是刷来买面包，甚至是借钱加油等等。最后是经济结构，第3颗未爆弹。经济结构的失衡，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私部门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在放缓，而公部门的支出反而比较多。这个背后代表的意思是，过去其实公部门只要支出大于私部门的话，通常都是在美国的经济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没有想到就在此刻，现在也面临了同样的状况。美国经济会不会陷入危机？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当然有可能，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美国政府有没有能力来去面对于他现在所处的困境，但是很明显的，特朗普的团队，就川普的整个团队，他们没有能力来应对他们现在美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些状况啊。第一个，您提到有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关税一定是进口商，还有这个零售商跟消费者他们来吸收，而不是出口商来吸收。所以，川普的关税就造成他们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川普到目前为止还坚持他一定要走高关税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等于是他没有办法让他的物价降下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那也就是当这个通货膨胀一直发生的时候，美国的联准会他们一看经济还是过热，经济过热，他们就不可能透过降息的方法来去把这个经济的热度再把它升高，因为它经济过热一定要升息，升息才会把资金往银行里面流。那市场上的资金少，那经济才有办法冷却下来。所以联准会就不可能降息了。联准会只要不降息，你政府所欠债的利率就很高，就高居不下。美国政府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利息支付度太高了。它利息太高，因为债务庞大，所以它一定要联准会降息。联准会又不可能降息，那它的政府的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它的公债的信用度就越来越低，所以您看到的它的殖利率就一直在攀升。对，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公债破产的可能性
很高，然后美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大家不太敢去买这个政府的公债。政府公债要卖出去，你就必须把殖利率拉高。那这样的情形等于是雪上加霜嘛，变本加厉嘛。那最后一个，那当然就是目前中东的问题又是川普去挑起这个中东的战火，挑起这个中东的战火，造成现在这不但是赫尔木兹海峡被封，连曼德海峡都有可能被封。那现在沙特的油也运不出这个红海，走曼德海峡的话，这个它绕这个苏伊士运河多1个月的时间，所以成本又升高了，油价又上升。您看到了，刚刚您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油价又飙到90，有人估计100很快就有突破了。那你油价一高的话，全球的通货膨胀又上来了。那你怎么可能对美国来讲，物价怎么可能抑制得下去？抑制不下去，就一直出现这种通货膨胀。可是如果说你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是很高，那还没有关系。可是偏偏就是你的科技业产业里面，你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它出现了，对，它叫中国。那过去你美国没有庞大的竞争对手，你政府无能都可以。企业界自己有办法。对，七姐妹就支配了美国多少的税收啊？它贡献美国多少税收啊？它可以养得起美国政府啊，没有问题啊，一点困难都没有。可是现在这七姐妹自身难保啊，她的奶酪都被冻了，那她的奶酪都被冻了，这七姐妹赚不到钱了，她的股票市值一直在往下降，她的盈利一直在往下缩，她本身能够贡献给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少的情形下，你美国政府你能怎么办？所以这种停滞性的通膨，我觉得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隐忧。好，科技股尤其是7巨头这个领跌，科技股面临承压，再加上美国的消费力道在减缓，民众的压力感觉越来越大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已经动摇到川普的最支持他的这一派人呢？就是 MAGA。因为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民调，44%的共和党支持者甚至痛批，他们认为说美国的经济是替有钱人服务的一场骗局。他们还说资本主义早就被财团跟华尔街给操控了。那么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美国登记选民对于资本主义的负面看法，从7年前的27%，一口气现在已经飙高到46%了。川普一直在提这个资本主义啊，以这个为荣，但是现在变成是 MAGA 派最不支持，他认为说这根本就只有利于富人。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选民居然这个因为美国本身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但是很压抑的是，美国的选民居然对于资本主义现在负面的看法是增加的，甚至于连共和党自己本身都认为说是美国经济是在替有钱人服务。这代表什么呀？代表美国的这种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因为制度的这种不公平，让贫穷线以下的人很难再翻身。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是属于一种私有的一种财产的制度，然后它讲究的是用自由竞争的方式来追求最高的利润。那在这种制度下，如果说你没有将它管制好，或没有相关的法令做好相关的规范，就会形成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路有冻死骨这个就变成有钱人会越有钱，但是基层的民众他就变成越来越没有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会变成这个情形。那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我们之前在这边也讨论过，美国股票前一阵子大涨。是谁在让这些股票大涨？实际上当然是民众拿钱出来，那民众跟政府这个支出的比较多，因为他必须要消费嘛。比如说我是一般老百姓，我总是要吃饭，我总是要开车那我这些钱贡献给哪里？还有政府总有一些公共的项目建设要支出，这些项目最后都这些钱最后都流入到股票。那股票最后都是到谁的手中呢？事实上，美国真的拥有股票的人可能不到全民的这个1%而已，所以只有1%的人，但是他却掌握了美国所有90%的财富。那当然，美国这些基层老百姓，他会发现生活越来越苦，然后社会制度越来越不公平所以他才会资本主义的这个负面看法会越来越多。